娶到校花的第2年，我后悔了。她五官精致，腿长腰软，胸挺臀圆，事业心却重得触及了我的底线。面对她次次的说谎敷衍，我从相信到沉默。公司人都在背后笑我老实，给我取外号大冤种。终于，我放弃了。在离婚书上签了字后，掏出手机打给一个许久未联系的号码。别再说了，收到死命令，1分钱也不能给你。我叹气道：“告诉老头子，我想回家了。”没多久，无数豪车如一条发光的长链迎面而来。后来，校花一次次打爆我手机，声音哽咽：“老公，床上有坏人，我怕。”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妻子被总经理叫到办公室开会，还顺带拉下了窗户卷帘。公司小群里议论纷纷：离谱，什么会只能2个人开？懂的都懂呗，就秦婉她这张妖精脸，是个男人都要心动。行了，大家别调侃了，说几句又怎么了？反正大冤种又不在群里。他在群里。同事纷纷侧目看了我一眼，有同情，更有嘲笑。我心中很不是滋味。妻子不止1次解释过，叫我不要误会，风言风语更别去理会。可是这一次，我想进去看看到底怎么个事。我大步朝办公室走去，同事吃惊的目光紧紧追随我。男总助把我拦在门口，语气不容置疑：“张总有很重要的事，不许任何人打扰。”他口中的重要2字发音阴阳怪气。我懒得和他多说，把门一推，妻子坐在沙发上，面色还有些泛红。周冲，你在抽什么风？总经理背过身去，走回自己的办公桌，指责我：“不知道有事先敲门吗？就这素质，这格局，还想涨工资？”我捏紧的拳头又松开了，面无表情道：“对，你格局大，见谁都叫爸。”总经理暴怒，拿起桌子上的保温杯朝我丢来。我侧过身躲开，盯着妻子：“秦婉，你出来。”公司休息室，秦婉抬眸心虚的看了我一眼，挠了挠我的手心：“老公，我马上就要升职了，你能别闹吗？”我甩开他的手，冷声质问：“你为什么骗我？”他身子一颤，低下头：“我没骗你啊。”我抬手捏住他的下巴，强迫他仰头与我眼神相对：“你口口声声说他对你没意思，那刚才他为什么在裆里藏了个炸弹？”他嘴唇抿了又抿，脸色有些茫然。说实话，我真的累了，与其在这里沉默着等他编造理由，不如我直接开口：“秦婉，我们离婚吧。”欺骗撒谎，只有0次和无数次，我不可能再相信你了。他捋了捋耳边的头发：“是我骗了你，总经理确实对我有意思，撒谎只是不想引起没必要的误会。女人的花期很短暂，你如果非要离婚，那我在你身上浪费的时间又该怎么补偿我？”还是说出了他的心里话。我们从大学从相恋到结婚，在他眼里和我在一起原来只是浪费时间。以前我就知道他很要强，无论是在学生会里还是各种活动上，他一定要是那个最耀眼的存在。甚至如今进入职场，也不惜利用这种手段快速升职。现在我已经猜不到他口中的话到底有几分真几分假。周虫，除了穷，你的确是个相当完美的男人，无论样貌还是身材，所以我愿意再给你1次机会。你告诉我，要离婚，你是认真的吗？他勾着唇，脸上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，又是这副吃定我的模样。明明是他犯了不可原谅的错，却还要给我机会。我脑海中突然出现了3个字母：破。我认真的。我抬起头和他对视，神情严肃。与其每天提心吊胆的怕你给我戴帽子，还不如说散就散。毕竟没有我，你放得开些。他脸上的笑容慢慢凝固，观察了我好一会，才轻启红唇：“周虫，你没必要那么小心眼。”我无语的摇了摇头，坚持要今天就去办离婚证。总经理推开休息室的门，昂首挺胸走了进来：“小秦，跟他离，天天拽得跟个258万似的。我跟人事讲一声，总监位置由你来当，晚上我们就去开香槟庆祝。”他看着秦婉的眼神越发明亮，伸出手自然地揽住她的肩：“他不珍惜你，有的是男人珍惜你，别怕，哥挺你。”而他也没有躲闪，反而感激地点点头。我真的气笑了。
他突然变得好陌生。既然你给我戒指，那我就将所有忠诚和热烈都给你。这句承诺是他亲口说的。原来是人都会变。对上总经理那双挑衅的眼睛，明明已经决定好要离婚的我，占有欲和不甘心又开始作祟。秦婉，只要你扇他一耳光，辞职跟我走，今天的事我就当没发生过。我期待地看着他，只要他愿意，以前的事我既往不咎。而且马上也是我们结婚的第3年，约定的期限也快到了，我也可以带他回家了。总经理仿佛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，捂着肚子笑弯了腰。秦婉皱起了眉头，眼中多了一丝厌恶。周冲，你怎么还长不醒呢？你知道这家公司的市值吗？你知道我当上总监的年薪多少起步吗？算了，离吧。你的目光太短浅了，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听着他的话，我的心凉了半截。总经理赞同地拍了拍手，笑眯眯说：“走走走，我送2位旧人去民政局。”我抓住秦婉的手腕，将她拽了过来。总经理直接动起了手，将我推搡到墙上。“你个小兔崽子，再碰他一下试试！”我揪住他的领口，力道收紧，他瞬间被我反按在墙上。只要还没离婚，她还是我老婆，我凭什么不能碰她？倒是你，给你面子叫你一声张总，不给你面子，你又算个什么东西，在这里跟我叫？秦婉目光惊恐，担心的扑了上来，命令我松手。周冲，快放手！你要是敢伤她，你这辈子就完了。我当然知道秦婉话里的意思，她年纪轻轻能当上总经理，无非是家里有点背景。可是她这张脸，我就是越看越讨厌。怎么办呢？我从口袋里掏出一支笔，她挣扎，我顶膝击中她的下身，她痛得嗷叫一声，弓起身子咒骂我：“周冲，你个狗子的愣头青，敢打我，知不知道我爸是谁啊？”我用大拇指顶开钢笔盖，在她脸上左边写了个牛，右边写了个马，下笔很重，她白白嫩嫩的脸上冒出了点点血滴，同时嚎叫得更厉害了。秦婉终于慌了，不顾形象的扯着嗓子叫人，同事很快涌了进来，胡乱将我扯到一边。我的天啊，张总，你没事吧？快，拿张纸巾打湿水。来了，让，我把椅子搬过来给张总坐。大家一副谄媚的模样，让场面有些滑稽。而最让我觉得讽刺的是，秦婉站在人群最中间，温柔地捧起了总经理的脸，贴在他跟前，嘟起嘴帮他吹脸上发红的地方。我的心好像被什么东西揪住了，又气又麻木，到最后竟然没有感觉了。过了好一会儿，秦婉从人群中挤出来，冷冷瞪着我：“你真是个没脑子的人，现在就去民政局。”办离婚的过程中，他没有多说一句话，只是不停催促工作人员快些。拿到证之后，他立马拍照发了朋友圈，像是松了一口气，突然抬眸对我说：“周冲，不管你信不信，嫁给你，我从没有后悔过。但是终归那句话，我们不是同路人。”他打车急匆匆地走了。我点开手机，他发了离婚证的照片，什么都没配文，倒是圈子里恭喜他的人不少，说些什么女神荣获新生的话，特别是他弟弟连发3个大拇指：“姐，可真的太好了，你终于和周冲那废物玩意儿离婚了。”我突然觉得自己像个傻子，开始回想过去，我和秦婉一开始明明相爱的要命，为什么还是变成了这样子？那时候大学毕业，我俩找到工作就结了婚，住在小房子里是那么温馨，每晚睡觉甜蜜相拥。他喜欢规划和我的以后，说着要赚够多少的钱，说以后要给我生个多么可爱的小宝贝。我很想告诉他，只要等3年，这世界上最好的东西，只要他开口，都是他的。可是我发了毒誓，不能说。这一刻，我关掉朋友圈，点开通讯录那个许久未曾联系的号码，打了过去。“喂，你小子，什么都别说了，不可能，我1分钱都不敢给你。”我沉默了一瞬，疲惫的开口：“许叔，我离婚了，跟老头子说一声，我想回家了。”那边安静了一会，声音变得恭敬严肃起来：“好的，周少，我查实后派人来接您。”大学和秦婉在一起之后，我小心翼翼地试着找我爸商量结婚的事，他气得摔碎一个80万的古董，
站起身，狠狠扇了我2耳光。糊涂！你什么身份？他配得上你？其他的不说，我跟乔家老头拜过把子，喝过血酒，发过誓，这辈子要当亲家。你这么一搞，我这张老脸还要不要了？你玩玩就行了，找明星，找网红，给个分手费，老子都不管。但是你不能认真。我吐了一口血沫，攥紧了拳头，坚定地告诉他：不，我想和他结婚。他眉头紧锁，看着窗外，长长叹了一口气。我心头一跳，以为他是妥协了，没想到他转身又给了我2巴掌。逆子，你个逆子！什么人什么德行，我看一眼就知道。你若是没钱，你没事，就他那副长相，你护得住？我再次坚定点头，时间会说真话。最后有了我和我爸的3年之约，脱掉周家少爷的马甲，1分钱也不带走。当个普通人，忙于1日3餐，只要工资给到位，机器干报废。他不动用势力干扰我，我遇到困难绝不找他帮忙。只要和秦婉结婚3年，还恩爱如初，他就认下他这个儿媳妇。明明就要快3年了，一开始我就发现他和总经理之间不太对劲。聊天记录里的总经理就跟发情的狐狸似的，句句话带着言外之意。他向我赌咒发誓，绝对不是我想的那样。为此，他甚至还说总经理是个姐妹儿。我这才相信了他。为了和他道歉，我甚至将存下来的工资全花光了，送他一个入门款的爱马仕。他收到礼物，笑得很勉强。我以为他在心疼我花钱，后来我才发现，他车里藏着一款更贵的包。我回到家里，将自己东西打包，连着钥匙全丢进了楼下的垃圾桶。马路边，好几辆豪车疾驰而来，刺耳的摩擦音在我耳边响起。许叔来得这么快？这里离京城不是还有几个小时路程吗？车里下来几个壮实的陌生人，为首的嚼着口香糖，看了眼手机，又看了眼我。张哥找的就是这小子，拖走。大厦顶楼，音乐劲爆，霓虹灯光线切割着我的视线。泳池边的沙发上，总经理敲着2郎腿，一只手放在秦婉的大腿上，另一只手夹着根烟，而秦婉侧着头，脸上的笑容很荡漾。我被几个壮汉推到了他们的跟前，模样有些狼狈。总经理慢条斯理地抽了口烟，缓缓道：我张景彻这个人呢，从不报隔夜仇，怕影响睡眠。秦婉放下手中的酒杯，目光意味不明地落在了我的身上。她穿着最新款的高定丝绒长裙，一字肩，脸上五官精致的耀眼。心情不错嘛，前妻还化了一个这么漂亮的妆。任谁都没有想到我会直接无视张景彻的话。他微微发愣，迅速避开我的眼睛。倒是张景彻更加来气，站起身指了指桌上堆成山的酒杯。周虫，很简单，一口气喝光这些酒，咱俩的事就不计较了。毕竟马上就要成为同门，有些事还想和你展开说说呢。哈哈！我看了一眼桌上的酒，敢喝光的人，但凡晚1秒送去医院，都得酒精中毒死掉。当然，还有个选项，他将烟灰抖落在皮鞋上。鞋子怎么脏了？你跪下给我舔干净，也算扯平了。怎么样？我端起杯香槟一饮而尽。你就这么喜欢别人的老婆吗？要不要再送你个便宜儿子？张景彻脸色唰的一下变了，扭头看了一眼秦婉，彻底撕破脸。周宠，你个窝囊废，还有勇气跟我装？对，没错，我看上你老婆了，她也愿意，真的，那滋味儿特别刺激。秦婉耳根都红了，抿了抿嘴补充：我和周虫现在已经没关系了。见到火药味上来了，身后张景彻的人重重扣住了我的肩膀，防止我有所动作。张景彻长长吐一口浊气，玩味地看了我一眼。下一秒，他挑起秦婉的下巴，俯身吻住了她的唇。秦婉颤抖了几下，僵硬地回应着：够了。我沉闷开口。张景彻闻声停下了动作。哎，就不该让他这么早和你离婚，要不然还能实实在在送你顶帽子。要不这样，今晚我邀请你旁观如何？说实话，心里没火是不可能的。但听张景彻的意思，秦婉在离婚前也没有做到那一步。不过他的选择，那也是迟早的事情。那就希望他不要后悔吧。今夜，我也同样希望自己不要留下遗憾。迅速挣脱开身后2人，
我带着极重的力气，用力地将桌上的酒瓶砸到张景彻的头上。不说话，你难道以为我怕了？阿巴阿巴几个真当自己是只悍跳狼了？趁着没人反应过来，又狠狠用膝盖抵在他的腹部，力道极重。张景彻软绵绵地倒在沙发上，咬着牙：“动手啊，往死里打！”场面乱成一团，泳池里的女人惊呼着爬起来乱窜。四面八方来了许多打手，想来张景彻今天是做足了准备。我即使练过几招，也很快落了下风。挨了几拳之后，转身往张景彻的方向跑去。本来看戏的他惊得大骂：“一群废物，快点给我逮住他！”我本来想架起张景彻当人质撤退，秦婉不动声色地往前挪了一步，挡在他面前。“周崇，住手吧！”“我住手？”我冷笑着看着他。“你知不知道，我今晚有可能死在这里？”他不解地挑起眉头。“能不能收起你男人的自尊心？景彻能提出原谅你，是我求了好久才答应的。你为什么如此不识好歹？”身后的脚步声越来越近，我高高扬起手。他没有躲，咬着唇闭上了眼，铁了心不会让开。就在我发愣的瞬间，头顶有东西爆开，耳边一阵轰鸣。下一秒，我被踹入了游泳池里。呛了几口水，我游到岸边，岸上已经站满了打手。张景彻被搀扶着走到前面，往泳池里吐了一口唾沫。“废了他！钱给10倍，出了事我来顶。周崇，我要你余生都在轮椅上数着日子等死！”扑通几声，有人跳了下来，水花四溅。我忍着痛爬了上来，被几个打手推搡着踉跄了好几步，突然撞进一个柔软的胸膛，离我远点，都湿了。是个女人，我身上湿漉漉的，竟然把她身上的衣服都打湿了些。她嫌弃的后退了一步，然后无奈的叹了口气。下一秒，她牵起我的手往顶楼的出口奔去，而我注意到5、6个1米9几的保镖在为我们断后。跑下2层，他才松开我的手，喃喃道：“当初怎么说的？叫你不要去学武，四肢发达，头脑简单，被打得跟个憨憨一样。”我尴尬地摸了摸头，今天的事谢了。他按下电梯，眼中闪烁着光芒，带着一丝调皮的微笑。没必要说谢，我俩谁跟谁啊？这整得我有些不好意思了。眼前这个看上去呆萌好骗的漂亮女人叫乔心妍，我俩从小就认识，算是青梅竹马。他爸和我爸发过血誓要当亲家，非要我们2个造个孩子来集齐2家的优点。可他从小性格跟个猴似的，就爱欺负揍我，关键我还打不赢他。我学武也是为了出口恶气，没想到学成归来，他被送到国外了。在见面的时候，2家商谈订婚，甚至花了10几万找个高人算的黄道吉日。可我那时候心里已经有秦婉了。乔心妍知道后也没说什么，就提着把唐刀追了我3条街，最后骑在我身上没下得了手，反而拿出手机给我转了一个200的祝福红包，叫我滚。此刻在这里遇到他，还是这么狼狈的情况下，我脚趾头都抠紧了，恨不得找个洞钻进去。不过还好，在这里遇到他，应该也算是巧合。他大概率不知道我现所在发生的事情。你今天欠我这么大个人情，光说谢谢有什么用？整点实际的吧，送我个小几百万。他眨巴着大眼睛，从粉红色的包里抽出一张纸巾和笔，按在墙上就开写欠条。我该给，我认了。若不是他，我今天不知道会有多惨。好像少写了一个0，哎，我数学不太好，便宜你了，签字吧。我接过纸巾，好看的黑色楷体字有些晕开，上面清清楚楚写了1000万，甚至为了避免我耍赖，还特定标注了人民币1000万元整。我没说什么，签好字，还给了他。他满意的笑出一对可爱的小梨窝，指了指开门的电梯。我与他并排走近，他冷不丁直接来了一句：“就刚才，你老婆是不是跟别人亲嘴了？”电梯的数字在跳动，我窘迫的不知所措，低头嗯了一声，补充道：“不算老婆，我们已经离婚了。”哦，他声线本来就软，还拖着极长的尾音。我扶额，直接抬眸对上他憋得通红的脸：“乔心妍，你想笑就笑。”谁知他神情一变，皱眉头，抬手温柔地摸着我的头，语气心疼：“我知道你很难过，
放着少爷不当，去争个答案。可惜感情的付出不是真心就会有结果。周虫，你想哭就哭吧。我愣了一下，心头有些苦涩。谁知他语气又变得玩味起来。我是不是说得很对，龟龟？我瞬间火又大了起来。这女人就是来笑话我的。电梯到达1楼，我大步走了出去，她笑着跟了出来。走到马路边，她滴滴了自己的亮黄色跑车。要我开车送你吗？免费。车灯照射在她湿湿的白色短袖上，有些显露轮廓。我转过脸，不用了。她很快反应过来，跳了上车，朝我按了2下喇叭。那行吧，我先走了，记得回家之后给我打钱。我的视线落在她红透的耳根上，心想她这次不会是专程为我而来的吧？于是直接开口问她。她抿了抿嘴，淡淡解释：想什么美梦呢？我是陪男朋友来的，他在这里拍外景广告，他可是大明星，超帅。我挥挥手，转身打了辆车去酒店。电话打给许叔，有个人叫张景彻，用最快的时间对他公司进行收购，查清他的背景关系。我要弄他。许叔告诉我，我爸坐私人飞机去国外谈生意了，暂时不会回来。他已经核实我离婚的消息，把我从黑名单里放了出来，并且发了长达3条的60秒语音。我没敢听，点转化文字，不出所料，直接骂到字体乱码，大概意思说我是天生的蠢材，别家孩子谁这几年过的是意气风发，我这些时间每天都在精神病发，说让我去国外看下什么脑科，专门治恋爱脑。他长长叹了口气，解除了对我的限制，最后还说了句让我心酸又无奈的话：儿子，爸不奢求你什么有什么用，只要你这辈子平平安安就行了。第二天，我从酒店松软的床上醒来，总觉得像是一场梦。梦醒了，那个人永远留在了梦里。许叔告知我事情办妥，我活动了一下筋骨，重新返回了公司。这次我不再是抱着打工的心态走进工大门，低头键盘敲得噼里啪啦的同事看到是我来了，一个二个的站了起来。周虫，你还敢来啊？赶紧收拾东西走吧。对，真不要脸，滚出去！他们一句说的比一句大声，就想办公室里面的张景彻能听到自己的声音，得个好印象。我淡淡笑了，走到办公室门口。张景彻焦头烂额的接着电话：有病吧？公司我投了一个小目标，500万让我送出去当道歉。不是，你至少告诉我得罪谁了？什么？京城的人？我没去过啊，真没惹事，我可以赌咒发誓。秦婉贴心的给他端去杯咖啡，他忙着接电话，胡乱推了一把，咖啡连着破碎的杯子洒了一地。他沉默的慢慢蹲了下去，此刻才察觉到站在门口的我。别捡了，小心划到手。说出这句话的时候，我自己都惊了。习惯真是个可怕的东西。他站了起来，眸中带着复杂的意味。我给你一笔钱，你不要来闹了。此时的张景彻扫了我一眼，点头哈腰，急忙挂断电话，迈着8字步朝我过来，想动手。小瘪三，我正叫人找你呢，笑死，自己跑来送了。我卷起袖子，他吓得脖子一缩，拳头没敢落下来。外面的同事目光一直停留在办公室，恨不得把耳朵贴在门上。我走了几步，坐在了张景彻的老板椅上，把玩着打火机的砂轮。椅子确实很舒服。秦婉，这就是你想要的吗？我抬起头，才发现秦婉一直看着张景彻，眼神里的东西我很清楚，他爱一个人不是这样子。张景彻脸色不是很好看，拿起手机开始摇人。公司突然涌进了许多人，清一色都是黑色的西装，有男有女。走在最前面，御姐范十足的美女秘书拿着合同停在了张景彻的面前。签。张景彻咬着牙，颤抖着掏出钢笔，飞快写完自己的名字。秘书满意的点了点头，走到了我面前，微微弯腰，双手递给我。周少，转让合同已备好，请您过目。张景彻噌的一下就站了起来，指着我对秘书询问：什么玩意儿？你叫他个瘪三周少，你眼睛没事吧？美女。美女秘书翻了个大白眼，没有理他，而是继续对我说：周少，张胜老板今晚设宴说想请您吃饭，给您赔个不是。张景彻一蹦3尺高，神经吧？我爸请他吃饭，你哪儿的剧组啊？秦婉似乎觉得很丢脸，
戳了戳我的肩膀。夫妻一场，你没必要非要找回面子，以后你总该要生活。我签了字，合上合同。好了，公司里所有东西全部更换新的，这间办公室也拆了吧。美女秘书点头乖巧说：“好的，现在就去办。”张景彻似乎也觉得有些不对劲了，拿起手机给他爸打电话过去。不到1分钟，张景彻挂完电话，看向我的眼神充满震惊。他把秦婉推到我面前，语气软了7分：“不是哥，你扮猪吃老虎啊！早说你的身份，我哪敢跟你抢女人啊！我现在道歉来得及吗？这女人可不止9500万啊！”秦婉疑惑地看了我一眼，又看了一眼张景彻，周崇的身份。张景彻一副吃瘪样，语速飞快：“我之前不是在饭桌子上跟你说个京城有个太子爷傻哥们，为了女人甘愿当3年打工仔吗？他就是为了能让他爸认下这个儿媳妇，当时说的那叫个传奇，纯爱战神应声倒地。我真的服了，偶像居然在我面前没认出来。你看这整的。”他掏出烟，屁颠屁颠的给我送到面前：“哥，消消气，都是误会。我还没碰过，你昨晚那一脚给我踢萎了，今天还要去检查。”张景彻确实是个能屈的男人，可惜他演得再好，眼底那丝怨恨还是出卖了他。我没有接那根烟，皱起眉：“别乱叫，就凭你这种身份，连跟我说话的资格都没有，赶紧带着你的下属全部滚蛋！”他身子僵了一下，露出一个虚假的笑容：“好嘞，哥，我这就滚。”办公室只剩下了我和秦婉。他收起错愕的神情，嗓子有些发紧，把我当傻子一样戏弄：“好玩吗？”我开口：“以前不能说，现在也没必要解释了。”他目光死死锁定在我脸上，像是要把我看透一样。“原来你那么爱我，为我放弃这么多，是我错过了。”他眼泪恰到好处的滑落下来，嘴角扯起一丝苦涩的笑容。我别开头，盯着手中的打火机。夫妻一场，我不会针对你，但我不可能放过张景彻。他往前朝我的方向走了一步，突然门被推开，一个跑得飞快的人影扑到我的身上。下一秒，我的脖子被圈住，一张软软的嘴唇将我堵住。我用力按住袭击我的人，看清样子后有些无语：“乔心妍，你干嘛？”他猛地将头埋进我的颈部，软软糯糯撒娇：“谢谢周崇哥哥给我的1000万支票，我以后什么都听哥哥的。”门砰的一声被关上，秦婉走了。乔心妍呼了一口气，才从我身上扑腾着站起来，擦了擦嘴：“江湖救急，小心绿茶。”我笑了：“听我说谢谢你。”他偷偷看了我一眼，有些不好意思：“那是他先在你面前和其他男人亲嘴的，我帮你出口恶气，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别说谢，来点实际的。那你牺牲可够大的。”我突然想起了什么，无语的提醒他：“下次别这样了，你有男朋友。”他抓耳挠腮了一阵，提起包说了句：“要你管”就走了。真是来去如风。手机消息响个不停，之前那个已经踢我出去的公司小群又把我拉了回来：“周总，你居然背景实力那么硬，请收下我的膝盖。低调随和，英俊威猛，工作能力也是顶中顶，不敢相信我有那么幸运，你居然是我老板。”一群墙头草。也正是因为这样，他们才更容易在各种复杂的环境下坐稳位置。经历过打工悲哀的我，突然有些感慨。离开公司，街道上停了长长一串豪车，一双双眼睛雪亮的闪动着，像是在欢迎我回家。司机为我打开门，我坐了上去，望着头顶的星空灯，真是陌生又熟悉的感觉。打开车，在酒柜倒上一杯酒，好久没喝，居然还被呛了一下。路边有个黄毛青年拿着手机疯狂拍照，高声呼喊着：“姐，你新找的姐夫家里有这辆车吗？你看那大金标，还有车身好帅。”我按下车窗一个缝，黄毛刚好与我的四目相对，他瞳孔地震：“咦，眼花了吧？车上那人好像那个窝囊废周崇啊。”秦婉将他拉到一边，没敢看我，声音闷闷的：“你别说话了。”回到许叔安排的别墅里，吃过晚饭后，大门口站了个老头，他点头哈腰的将礼物放到地上：“周少，我来替我儿子给您道歉了。”我扫了一眼他的身后，空无一人。他面露忐忑的解释：“我儿子进医院了，命根子有伤，
医生说挺严重的，搞不好影响生育。你看这是整的，明明都是误会。明天我就回京城了。他听闻感激的对我道谢，感谢周少高抬贵手。那我这老头子就不打扰你了。门关上之后，我手机疯狂地响了起来，是秦婉。你在吗？周虫，我家好像进贼了，不敢动，我好怕怎么办？好像有人藏在床上被子里，要是来抢劫的，该怎么办？来我这里救救我出去可以吗？老公。我握着手机，打好的字又删掉了，心中狐疑，有这时间，他为什么不报警？突然我看着对话框里的字，才发现他像是受到了什么胁迫。我拿起外套，让许叔叫人。一路上，许叔吞吞吐吐，欲言又止。放心，我跟他以后也不会再有交集了。许叔这才松了一口气，走到我和秦婉曾经的房子里，四周静悄悄的，安静的很诡异。突然冲出来一些人，直接动起了手，其他的都不要管，给我废了周虫！场面顿时乱成一团。许叔叫人护着我上了车，我在车里拿电话报警。张景彻这孙子跟我玩些地下手段，我非要挑明了找你麻烦。秦婉慌张的脸出现在玻璃窗外面，他动了动唇，我没听清。我打开车门，这才发现他手臂在流血。乔小姐，他好像被张景彻抓到车里了。他指着马路对面那辆黑色面包车。我心中暗道不好，没有多想就冲了过去。打开车门，里面空无一人。再转身，秦婉站在远处，眼泪狂飙：“对不起，周虫，我本来不想你来的，可是他抓了我弟弟。”引擎的轰鸣声让我听不清他后面的话。下一秒，刺眼的远光灯直冲我而来，我眼睛被爆灯闪得快瞎掉，只感觉有个女人冲到了我的面前。她扑过来，抱住我往后倒去，在地上滚了好几圈。剧烈的撞击声响起，我耳鸣了好一阵才回过神来。秦婉受到冲击，浑身是血，已经昏迷了过去。刚才是他扑向了我，我抬眸望去，心中咯噔一声。只见一辆黄色的跑车撞向了黑车的腰部，把他硬生生挤到了护栏上。两辆车都侧翻在地上，汽油刺鼻的味道让我一时忘记了呼吸，疯了一样冲到黄色跑车的车门边，安全气囊已经全部弹出来。乔心妍眼皮在滴血，双目有些迷离，嘴里喃喃道：“江湖救急，小心！”我心被什么尖锐的东西刺了一下，将他抱了下来，不停喊着他的名字。张景彻从另外辆车爬了出来，摇摇晃晃地朝我冲来。什么周少不周少，耶稣来了也阻止不了我今天弄死你！我一脚踹向他胸膛，他跟个狗似的趴在地上大喘气。你把我弄残废了，我爸居然说我活该，不，我不甘心！警车一辆接着一辆停在路边，他们的出现才及时彻底制止了这场有预谋的斗殴。张景彻和他的人被抓了进去，他爸拿出牵着血字的断绝关系书，说和他没有一点关系。秦婉本来和乔心妍在一个医院，可不知道怎么地，医生说有些问题要排查，秦婉就被安排转院了。我爸和乔伯父赶到了医院，还没站稳，他就给我了一巴掌，还要女人保护你，真够蠢的，老子要送你去重新读书。乔伯父拦着快要爆炸的我爸，好半天才让他消停，走到我面前给了更重的一巴掌。臭小子，真够混账，怎么补偿我女儿？乔心妍站在门口不满地喊了声爸。我快步走到他面前，查看他的伤势。他抬手压了一下鬓发，没事，皮外伤，我车升级过安全系统，你得赔我钱。好，我赔。他的脸颊微鼓，好看的眸子眯着。哎呦，头好痛，快扶我上床。我小心翼翼扶住他的肩膀，往里走去。喊来医生又看了看，确认没事之后，我才松了口气。病房门外，我爸挑明了说：“秦晚我找人安排他转院了。许叔说了，要不是他推了你一把，你还得往床上躺阵子。他的事我来善后。总之以后你们不要再见面了。”我没有回答。他打了一下我的后脑勺，说话，我在跟你说话，想什么呢？心妍都受伤了，她男朋友在忙，总该来看一眼吧。我摇了摇头，那人不行，我得劝劝他。我爸脸色难看极了，两个鼻孔喘着粗气，举起手又想打我。傻，算了，
我不骂你，他哪来的男朋友？你一结婚，他就出国研修了，才回国没多久，就从许叔那里得到你离婚的消息，开了5个小时的车赶过来找你。你说你丢不丢人？久别重逢，被人揍得跟个猪一样。不是，你就是支瞎了眼的猪。不对不对，那老子成什么了？你……不等我爸说完，我推门进了病房。他茫然的抬头，举了举手中的苹果。怎么了，龟龟？你眼咋红了？我上前几步，弯腰抱住了他。他身子一僵，轻笑：“喂，抱没用，得赔钱。赔，全给你。”我没撒手，将他圈得更紧。他声音越来越轻，单手掐了一下我的腰。那也不够，你这么喜欢打工，也给我打工好了，3年不6年。哼！我拼命点头。门口站着的梁老头目光毫不避讳，脸上挂着违和的姨母笑。其实这些耳光扇的一点也不冤。我曾经错过了一束光，余生都要追着太阳跑。全文完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故事，喜欢就订阅吧。